景哥，这给你。我醒过来，手里被塞了一根棍子。眼前满头黄毛的精神小伙正一脸神秘的告诉我，秦渊那小子就在厕所，景哥你只管上。秦渊，景哥。恍惚间，一阵不属于我的记忆进入我脑中，我的表情在下一刻迅速皲裂。昨天小表妹突然来我家，拿着一本有个男配跟我同名的男频小说给我，逼着我看。我忍着无奈看完，还吐槽了几句这男配极品又无脑，重生10辈子都不可能被女主喜欢。结果现在我居然穿到这本书里，还成了这个极品又无脑的男配苏锦。我还没消化完这狗血的情况，突然不知谁从身后推了我一把，我脚步不稳，朝踉跄几步，砰的一声把厕所门撞开。厕所里身形修长的少年正平静的看着我，身上洗得有些发白的 T 恤休闲裤，在他那张五官棱角分明的脸的衬托下，愣是显现出几分时尚感。尽管被关在厕所里，却半点不见狼狈，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仿佛要将我灵魂一同吸进去一般。只被这么看着，我竟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手臂冒出成片的鸡皮疙瘩。靠！眼前这一幕不就是小说里男主秦渊在高3那年被对女主求而不得的男配围堵在厕所，还打断了右手。成绩顶尖的男主因此错过高考，离开学校后男主过得很惨，也对断了他右手的男配怨恨至极。后来男主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成为一方大佬，第一时间便是拿这个男配开刀。男配家里被搞破产，最后沦落街头成为乞丐，某天乞讨死了，尸体都找不到。而此时我看了一眼手里的棍子，哐当，棍子掉到地上。景哥，你怎么还没动手啊？要不我帮你。热心肠的黄毛说着，捡起我掉在地上的棍子就要上前。我心一急，抓住黄毛衣服将他往后拉，没注意到自己正踩在一滩水上，脚底一滑，我不受控制的扑入秦渊怀里，嘴巴正好对准了他的。秦渊的唇居然还蛮软的。不是，我他妈在感受什么啊？我连忙挣扎着要从他怀里离开，一只长臂突然横过来扣住我的腰，我的脸再次不可控制的朝秦渊的脸贴去。就在唇快对上他唇的时候，我急忙将头撇过去，只是脸与他的脸贴在一起。秦渊淡淡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喜欢我？我啊？对，我下意识应道，突地想起自己说了什么，又连忙呸了几口。等我呸完，就发现秦渊正用一种我看不懂的眼神在看我，这眼神令我又汗毛竖起。啊，不是，那个哥们，误会，咱们有误会。我正张口要解释，黄毛惊愕的声音赫然响起，景哥，你。我转头看去，发现黄毛还有另外几个小弟正在用一种震惊无比的眼神看我。那个不是，你们听我解释，没事的，景哥，咱能理解的，你别紧张。就是啊，景哥，你早说你对秦渊是这么个意思，咱们之前也对秦渊好点啊。原来景哥欺负秦渊是因为对他有这个意思啊。黄毛几个人从怀疑人生的情绪中渐渐回过神来，很快便自己把一切给圆过去了。好不容易等到他们叨叨完了，我抓住机会想解释，黄毛那小子却揽着其他几人给了我一个暧昧的眼神，小声道，景哥你放心，咱这就走，不在这里当电灯泡哈。不是，你们别走啊。我对着他们离开的方向伸出尔康手。厕所彻底的只剩下我跟秦渊两人，我尴尬的手足无措。见秦渊似乎还没放开我的意思，赶紧自个儿挣扎出来，那啥，误会，真的都是误会，以后我不会欺负你了。说完，我脚底抹油，看都不敢再看秦渊一眼，便迅速跑走，一口气跑到教室。此时已是放学时间，教室一个人也没有。我凭着书中的记忆找到我的座位，拿走了书包。走出教室的时候，正好听到两个化着大浓妆的女生正凑在一起说话。我本也没在意，可他们提起了女主的名字，
让我不由得顿住脚步。于心那贱人，过了今天可就是个残花败柳了，以后看他还怎么勾引人。放心吧，人我都已经安排好了，那贱人每天放学都会走那条小巷子，马哥他们就在那等着呢。马哥，于心，小巷子，这不就是书里女主差点被人欺负，男主救了她的剧情吗？男主的手刚被傻逼男配打断，战斗力下降，被马哥那群人围殴，其中一只眼睛被打到视网膜脱落，让男主的情况又雪上加霜。这次变成男配的我没打断秦渊的手，他的眼睛不会出事吧？我心里莫名担心，出学校的脚步也快了许多。看小说的时候，我就对男主秦渊颇为欣赏，不是他有多帅，而是这个人聪明机智，有勇有谋，还有跌入谷底也能爬起来的坚韧，似乎只要是他想做的事，就没有做不到的。尽管这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可秦渊真的很有魅力。那条小巷子就在出校门左边不到1000米的地方。刚走进小巷子，就听到巷子深处传来女主哭泣的声音，还有隐约的拳脚声。我心里暗道不好，立马狂奔进去。入眼便是女主正蹲在地上哭泣，而她身后是倒在地上鼻青脸肿的混混。再看秦渊正靠着墙坐在地上，我心不由得慌了起来，快步走到他面前。秦渊，你没事吧？秦渊听到我的声音，缓缓抬起头，我一眼便看到他眼角的淤青。你眼睛受伤了？他们打你眼睛了？我抓着他的手颇为激动。这时女主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推了我一把，我一时不察，竟被推得摔坐在地。苏锦，你够了没啊？你把秦渊害成这样，还想怎么样？你什么意思？于心，我愣在原地，一时忘记起身。于心红着眼睛怨恨看着我，别装了苏锦，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些人就是你派来的，就为了逼我就范，你连这种事都干得出来。如果不是秦渊及时出现救了我，大概是想到什么伤心事吧。于心抽抽噎噎的哭了起来，不过目光在看到秦渊的时候又多了几分羞怯。没想到于心居然把这事儿扣我头上。再看一眼秦渊，我可不想被误会，日后又被报复。我急忙想解释，突然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出现在我面前，是秦渊。他正神色淡淡的看着我，下巴微微示意。我带着满腹的惊疑不定，还是把手放在他手上。秦渊一个用力，便将我从地上拽起来。秦渊，苏锦几次三番欺负你，你怎么还对他这么好啊？于心似乎对秦渊扶我起来的行为很不满。我下意识想要将还被秦渊拽着的手抽出来，却发现手被秦渊握得太紧，根本抽不出。这是做啥？秦渊这时候该牵的，难道不是于心的手吗？走吧。秦渊突然对我说了一声，紧接着便拉着我要离开。我整个懵了，看着秦渊满脸的不可置信。你真的确定你没拉错人？你那个于心，就把于心一个人留那，是不是不太好？秦渊，你这是在做什么啊？于心的声音也从后面传来。秦渊冷着脸，丝毫没有要停下脚步的意思。于心在他们身后哭了起来，我忍不住转头往后看，这一看差点没把我心脏吓得跳出来。刚刚还躺在地上一副快不行了的平头混混拎着一根钢筋朝秦渊冲了过来。于心明明就看到了，却只顾着擦眼泪，连喊一声小心都没有。眼看着混混的钢筋就要砸到秦渊头上，我连忙推开他，小心，要你小子多管闲事。混混钢筋挥了个空，恼羞成怒的朝我砸来。我闪避不及，下意识就抱住脑袋。想象中的疼痛没有落下，倒是那混混的惨叫声响起了。我抬头看了过去，混混已经倒在地上，手里的钢筋也落在秦渊手里。踹了他几脚，秦渊举起手里的钢筋就要朝他砸下去。我大喊一声别！
之后赶紧跑到秦渊面，拉住他握着钢筋的那只手。你还要高考？不要让这种人影响到你的美好未来。这些混混打一顿也就罢了，真闹出人命的话，秦渊这辈子也就毁了。秦渊看了我一眼，手指一松，钢筋唯当一声掉到地上。哭哭啼啼的于心这才走了上来，他指着我问秦渊：刚刚我让你饶了那些人，你骂我，说我有病，现在苏锦让你放过这个人，你怎么不骂他呢？你这女主怎么感觉那么烦呢？他这说的能是一回事吗？我总算明白秦渊刚才为什么会拉着我走，不给于心眼神了。走。秦渊再次牵起我的手，低头看我。我点了下头，虽然感觉两个男人牵手好像怪怪的，但是秦渊的手还蛮温暖的。秦渊，你怎么可以就把我扔在这里？我好歹也是女生。于心尖锐的声音再次从我们身后传来。这次我们谁也没有停下脚步，很快走出了小巷子。而在我们走出来没多久，于心也跑了出来。见到我们，他立刻用幽怨的眼神瞪了过来。我担心秦渊的眼睛，根本顾不上给他眼神，招手拦了辆的士，便拽着秦渊上车。到了医院，我让秦渊在大厅等我，自己则跑去挂号。等我满头大汗跑回来，发现秦渊看我的眼神变得有点怪怪的。本想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可再看过去，他眼神又变成之前的平静。我给你挂了急诊，咱们现在就过去吧。你这个眼睛得好好检查检查。秦渊应了一声，又抓住我的手。不知是不是被牵了几次习惯了，我这会儿竟连挣脱的想法都没有，就这么任由他牵着。距离高考只有不到100天了，你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眼睛也能随便被让人打伤？我想了想，还是忍不住唠叨了起来。我穿过来都改变他手被打断的剧情了，怎么眼睛还是受伤了呢？于心那个女人突然冲过来，我才被那个混混有机可乘。秦渊突然解释了一句，我忍不住看了秦渊一眼，怎么感觉提起于心的时候，他语气这么冷淡，眼里也尽是不耐烦呢？这俩人可是官配啊！小说里这个时候男主已经暗恋女主了，而女主则是在男主这次英雄救美后，彻底将他放在了心上。这次剧情可以说是两个人感情升温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可现在这发展，我怎么有点看不明白了？我陪着秦渊来到急诊，幸好秦渊的眼角只是轻伤，并未伤及眼睛。不过医生还是很严厉的说了，让以后小心点，万一真的伤到眼睛，可是非常严重的。听到医生话了吗？眼睛对我们可是非常重要的，你要保护好它。走出门诊的时候，我还不忘记叮嘱秦渊。秦渊看我的眼神又变得奇怪起来。我反思了一下，很快便想到了，大概是我这会儿唠唠叨叨像个老妈子吧。手机在这时候响起，我拿出来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妈妈2个字，让我不由得心虚起来。喂，妈妈。仔仔啊，你怎么还不回家？妈妈好担心你啊。我才想起来，这会儿天都黑了，原生家里每天都会派车来接他，估计这会儿接不到人，父母担心了。我现在就回去了，妈妈。你在哪里？妈妈让司机去接你。我想说不用的，可原生的妈妈特别坚持，无奈之下，我只好报出地址。挂了电话，我跟秦渊说我要等家里人来接。我没觉得秦渊会愿意留下来陪我等，可秦渊就这么静静的站在我身边，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半小时后，接我的车到了，我拉着秦渊让他一起上车，想先送他回家，秦渊却拒绝了，不给我多说一句话的机会，他直接转身走人。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这又是怎么了？一路上我都在琢磨着，我到底又哪里得罪秦渊了？刚刚他不愿意上车，是不是生气了？第二天，我挂着2个熊猫眼来到学校。
刚一走进班里，就见班上的同学都在用奇怪的眼神看我。一个扎着高马尾的女孩走到我面前，眼神鄙夷又趾高气扬道：“苏锦，你做个人吧，你怎么能为了得到星星这么不择手段？昨天你做的那些事都足够被关警察局了，也亏得星星心地善良没报警。”我还没消化完马尾女孩的话，于心已经上前来拉住她的手：“菲菲，你别这样，事情闹大了对大家都不好，这件事就此过去吧。”说完却幽怨的看了我一眼。我觉得于心颇有种又当又立的白莲花圣母的味道，就挺烦这种人的。还有昨天的事儿居然真扣锅到我身上了，我可不是个喜欢吃闷亏的人。我张口要说话，巧的是上课铃在这时候响起，老师来了。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同学们赶紧回到自己位置坐好。于菲菲临走前幸灾乐祸对我道：“待会儿你就知道了。”于心则还是那副白莲花模样。我憋着一口闷气回到座位。教室前门走了2个人进来，一个是秦渊，一个是班主任。秦渊怎么会跟班主任一起进来的？班上不少同学在好奇这件事，我则下意识看向秦渊的眼角。秦渊的座位在我左后方，朝我走来时候，右边脸的方向是对着我的，可我却感觉他好像有意的在侧头。他一个侧头，我就能看到他左边眼角受伤的地方，伤从淤青变得发紫，也不知道有没有好好擦药。各位同学，在上课之前，老师要先跟大家说一件事。这件事实在太恶劣了，老师希望同学们今后都能引以为戒。我发现老师说完这话，于菲菲又朝我投来看好戏的眼神。这女的真有病吧？今天老师在上课之前收到2名同学的举报，说我们班的苏锦同学伙同外面的社会人士欺负秦渊还有于心同学。老师这话一出，班里的同学都忍不住小声议论起来。我再次看到于菲菲投来的眼神，这才终于明白这女的是什么意思。那2名举报的同学，其中一个肯定是于菲菲了，另外一个的话，我看了一眼于心，总觉得是她的可能性很大。不过被这样扣过，我肯定是不答应的。我正要站起身，谁知老师后面的话反转了。但是不久前，秦渊同学带着证据来向老师证明，伙同外面社会人士欺负人的并不是苏锦，而是另有其人。苏锦同学非但没有欺负人，还是敢去救人的，他救了秦渊，还送他去医院处理伤口。苏锦同学是所作所为，值得表扬。此时的我顾不上关注老师跟同学，而是赶紧看向秦渊。所以他跟老师一起进来就是这个原因吗？我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觉，但那一股注入心间的暖流让我无法忽视。另外，于心还有于菲菲2位同学，你们没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便不分青红皂白冤枉同学，这实在太恶劣了。老师的话引起全班哗然。我想大家应该都没想到告密的人是于心吧，毕竟于心总是在人前装出一副我见犹怜圣母白莲花模样，谁也没想到丫的还有2副面孔。老师又谴责了几句后，这件事便暂时到此为止。这节课不少人心神恍惚，没心情听课。好不容易挨到下课，于心跟于菲菲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之前迅速冲出教室。班上的同学被他们俩这举动吸引，都纷纷跟着追了出去。很快教室就只剩我跟秦渊。我转头看了过去，发现秦渊也正在看我，四目相对，我竟有些不好意思了，心莫名跳得有些快。我别开脸不再去看秦渊，可想到他为我做的事，又起身站了起来。别扭了一会儿后，我走到秦渊面前，那个，谢谢你啊。就这样，秦渊淡漠的看着我，微微蹙起的眉头像是在宣示着他的不满。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缓了下才试探性问道，
要不我请你吃饭？可以。我顿了一下才道，放学去。好，从秦渊那回来，我发现我那颗小心脏跳得更欢了。放学后，我背着书包冲到秦渊面前，走，吃饭去。天知道跟秦渊说好放学一起吃饭后，我这一天都在期待。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兴奋什么，大概是我内心很想跟秦渊搞好关系，改变原生的命运。我跟秦渊并肩走出教室，门口黄毛几人就围了上来。跟我所在的一班不同，黄毛几个都在吊车尾的18班。当初原生也是18班的一员，不过原生父母太过疼爱，愣是给学校捐了座图书馆，把原生弄进一班。景哥，咱们去玩啊！黄毛兴奋地看着我，其他人也都跟着附和。我感觉秦渊身上的气场好像瞬间冷了下来。不了，我跟秦渊说好要去吃饭的。而在我说完这句话后，一切又恢复正常。我忍不住转头看了秦渊一眼，发现他那是那副淡淡模样。奇怪了，又是错觉吗？黄毛几人听了我的话，都露出了失望无比的表情。景哥，你不能有了嫂？不是，大哥，不要我们啊！黄毛的嫂子二字在接触到秦渊的目光后，终究没胆子说出来。胡说八道什么呢？秦渊帮了我大忙，我请他吃饭感谢他，黄毛几人却还是投来不信任的目光。这时候，秦渊在我耳边小声说了一句：“饿了。”行，咱现在就去吃。我拽过秦渊的手，顾不上再跟黄毛几人多说就跑了。你想吃什么？出了学校，我问秦渊。吃你喜欢的。啊？这不是请你吃饭吗？肯定要请你喜欢吃的了。你喜欢的我也喜欢。秦渊盯着我的眼睛，突然来了这么一句。我感觉我的脸好像瞬间升了几度。靠，我不会是不争气的脸红了吧？我略微慌张的四处张望，正好看到不远处有个海鲜蒸汽火锅，便指了过去，就是那个程部。秦渊又盯着我，轻轻点头。秦渊盯着我，不，准确点来说是注视着我。他的眼神专注又认真，真的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些误会的呀。我一方面不希望秦渊再用这种眼神看我，但内心深处，我仿佛在暗喜。进了餐馆，我们被服务员领到海鲜区域，亲自挑选海鲜。秦渊对吃的好像真的很不在意，问他想吃什么，他都说随便。最后我挑选了几个自己爱吃的，还有几个觉得秦渊可能会喜欢吃的。挑好海鲜回到座位，服务员很快把我们挑好的海鲜处理好送来，之后便是起锅加热开吃了。刚出锅的九节虾烫得我嗷嗷叫，根本没办法上手剥皮。秦渊却跟没事人似的拎起一条，两下动作就剥出完整的一只虾。我羡慕的看着他，秦渊却将虾放到我碗里。啊，你这是不是说最喜欢吃九节虾吗？吃吧。秦渊淡淡说了一句，拿起一旁的皮皮虾开始剥起来。淡紫色的皮皮虾肉也同样落到我碗里。我看看秦渊，又看看碗筷的虾，顿时不知该作何反应。穿书之前的我父母双亡，虽然有亲戚，但是对于我这种拖油瓶，谁也不会看顺眼。我早已习惯没人关心的冷漠人生。可秦渊，谢谢。我拿起筷子，极力的将酸涩的情绪压下，一口将2条虾吃了进去。慢点吃。秦渊看了我一眼，眼里闪过一丝满意，之后又拿起虾开始剥。你别给我剥皮了，自己也吃吧。可秦渊还是坚持把剥好皮的海鲜都放到我碗里。没办法，我只好拿起虾也开始剥起来。出锅一会儿的海鲜没那么烫了，我磕磕碰碰剥好一只，放到秦渊碗里，还冲他讨好一笑，吃吧。秦渊这才拿起筷子将我剥皮的虾吃了进去。之后我发现秦渊这家伙不知是怎么回事，除了我给剥皮的，其他的都不吃。于是我只能开始了给他剥皮的漫漫长路。当然，我投喂他的时候，他也在投喂我。我们俩这是不是也可以说一句双向奔赴了？这一顿晚餐我吃的尤为满意，
好像身体跟心灵都得到了满足。只是如果能忽略末尾那点事儿，那就好了。吃饱后，我准备去买单，秦渊突然站起来说要去洗手间，我便坐等着他回来。结果没多久，餐馆的不远处传来吵闹声，我下意识看了过去，竟看到秦渊正抱着于心。于心把脑袋埋到秦渊怀里，而他们身边还有一个男生与几个女生。女生们正在指责于心什么，男生则在拼命解释。这一幕怎么那么熟悉呢？我脑袋轰了一声，无数的记忆随之而来。我怎么就忘了呢？这家海鲜馆是秦渊跟于心定情的地方啊。小说中，于心跟同学出来吃饭，却被那同学的女朋友误会。那女朋友带着几个好姐妹要来教训他。于心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指成小三。秦渊在这时候出现了，解救了于心。于心也当着众人的面对秦渊表白。秦渊本就暗恋于心，如今得到他的主动表白，怎么可能不接受呢？于是两人正式成为男女朋友。我收回目光，心被一种苦涩的情绪包围。小说里没说秦渊怎么会出现在海鲜蒸汽火锅馆的，可现在秦渊是被我带来的。没想到我居然还为男女主的感情助攻了一把。明明男主跟女主在一起很正常，可为什么我的心是这么的难受呢？就好像有人挖走了我的心，还把它从高楼扔下来，不想看到男女主在一起的美好画面。我起身走到前台那边，买了单，离开餐馆。我看也没再看那边一眼，也就没有看到于心早就被秦渊推开。夏日的风透着热气，走在路上，我却只觉得冷飕飕的，搓了搓手臂的鸡皮疙瘩，突然觉得很没意思。阿姨重重叹了口气，我准备走去马路边打车回家。突然有人从身后拽住我的手，我猛地回头，对上秦渊一脸紧张担忧的模样。我下意识看向他身后，见没有于心，才松了口气。可之后又觉得自己这样有些可笑。人家是男女主，就算这一刻不在一起，以后也是要在一起一辈子的。为什么自己离开了？没什么，就是想回家了。我收敛起满腔的情绪，尽量让自己显得冷淡一点。再生气，秦渊拽着我的手紧了几分。我好端端生什么气呢？我笑了一下，反问。秦渊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却还是抓着我的手不放。我感受着他手心的温暖，却又想到这温暖并不是属于我的。于是我将手抽了出来。正巧这时有辆的士在我面前停下，我立刻打开车门上了车。师傅麻烦快点开车。车子开出一段距离后，我忍不住回头，发现秦渊居然还站在原地。黑夜里他修长挺拔的身影透着一股孤寂。那一刻我的心更加难受了。第二天来到学校，我一脸若无其事的进了教室，余光朝秦渊的座位看去，发现他人还没来，我不由得松了口气。昨晚我做了不少心理建设，希望自己在见到秦渊的时候能装作什么事都没有。现在还没见到人，也不知道待会儿见到了我会怎么样。我有些紧张的等待秦渊的来临，可一直到上课都不见秦渊的人影。我开始担心起来，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再看一眼于心那边，如果秦渊真的出事，身为他女朋友的于心应该会知道。现在看于心若无其事的样子，应该是我想太多了吧。这一天直到放学我都心不在焉的，本来还想找同学打听打听秦渊的情况，可想到被我压在内心深处的那些情绪，我终究还是忍住了。之后第二天、第三天，秦渊竟一直没出现。到了第四天，我终于坐不住了。班里的同学好像对于秦渊的不出现一点也不在意，可我不能。我趁着下课时间来到办公室找老师。苏锦，你怎么来了？老师对我还算和颜悦色，因为我最近不仅好好学习，学习成绩还有所进步，在他看来我是浪子回头。老师，秦渊一直没回来上课，您都不管吗？这话一出来，
老师反而用奇怪的眼神看我。秦渊早就保送北大了。上周我不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布过这个消息了吗？我听着老师的话，才恍惚的想起来有这么个事儿。好像就是我穿来的那天，正是因为老师宣布了这个消息，原生越发嫉妒秦渊，才会将他堵到厕所。早就保送的秦渊书里，最终却连大学也没上，是因为他的手被男配打断，眼睛又为救女主而受伤。最后有人找上他，用钱买下他的北大保送名额。需要钱治病的秦渊根本没得选。从老师办公室出来的路上，我整个人都有些浑浑噩噩。秦渊保送北大，以后都不用再来学校了。也就是说，以后我跟秦渊可能连见面的机会都不会有了。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便仿佛被针扎似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就只是因为秦渊是我欣赏的纸片人吗？可那天晚上秦渊给我剥虾，他牵着我手的时候，那温度是那样的真实。秦渊是活生生真实存在的人。路过学校花坛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说话，说话的人声音有些熟。在听到秦渊的名字后，我下意识转头看去，是于心跟于菲菲。星星，你跟秦渊现在就没联系了吗？许是没有其他人在，于心也懒得演了，他不再是小白莲的柔软模样，露出一脸厌烦。别提了，那天晚上在海鲜馆，我都主动跟他表白了，他居然想也不想就拒绝我，还说我有病，当着卢浩峰跟他女朋友的面，我真是丢死人了。秦渊居然这么过分。还有呢，于心咬着牙，我扑到他怀里，他居然一把推开我，一点也不怜香惜玉。不会吧？于心跟于菲菲还在说什么？我已经没兴趣听下去了。这会儿我脑子里满是那天晚上在海鲜馆的事儿。那时候我只看了一眼被秦渊抱在怀里的于心，就收回眼神。原来秦渊立刻就把于心推开了吗？秦渊还拒绝了于心的表白，所以他们并不是男女朋友。我越想越激动，突然有想要见一见秦渊的冲动。我跑回到老师办公室，从他那要到了秦渊家里的地址，又以担心秦渊眼睛的伤没去医院为由，让老师同意了我请假半天。窄小的巷子里是一排排破旧的居民楼，我按照老师给的地址，终于找到秦渊家门口。秦渊的父母在他14岁那年车祸身亡之后，他拒绝任何一个亲戚的收养，一个人住在父母留下的房子，14岁的少年就这样把自己给养活。靠着每年的奖学金、各种比赛的奖金，他的日子倒也不算难过。砰砰砰，我用力敲了10几下门，好久都没等到有人来开门。难道是不在家？我有些说失望。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找过来，难道就要这样回去？我不甘心。于是我抱着书包蹲在秦渊家门口，偶尔有路过的人都会朝我投来奇怪的眼神。我想，如果不是我穿的人模人样，怕是人家都要忍不住打赏我1、2块了。一直到太阳快下山，秦渊都还没回来，我大腿开始真正发麻，难受的我想当场回家。这家伙到底去哪里了？我带着些许怒气抱怨出声。话刚落音，就听一个声音从我头上响起：苏锦，是秦渊。我猛地抬头看他，几日不见，秦渊看起来黑了不少。他头上戴着一顶安全帽，身上的衣服也沾着不少泥土，肩上背着一个洗得变色的单肩包。我顾不上多想，有气无力道：你终于回来了。你是来找我的？秦渊像是有些不敢相信。这里是你家，我不是来找你的，还能是找谁？等了几个小时，我心里多少有点怨气。秦渊却半点也不在意，他走过来，大手放在我脑袋上揉了几下，拿出钥匙开门。木板门打开后，他冲我道：进来吧。我尴尬的看着秦渊，迟迟没有起身。秦渊这时也发现我的异常，他走到我面前蹲下，是不是脚麻了？我点点头。那个，你扶我。一把几个字还没出来，我人已经被秦渊打横抱起。
我吓得一把勾住他脖子，这是我2辈子第一次被这样抱啊！秦渊抱着我走得很轻松，没几步便走进屋里。屋子里只有简单的3张凳子，1张饭桌，不过却被打扫得很干净。秦渊把我放在其中1张凳子上，自己则坐在另外一边。刚一坐下，他便抓起我的脚要帮我按摩。脚发麻的时候最怕被人动了，我正要阻止他，却不知秦渊按了什么地方，那麻痹的感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舒适感。我享受着秦渊给我按摩带来的舒适感，眼睛不停盯着他。盯着盯着，我后知后觉的察觉到有些不太对，2个男人这样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我开始变得尴尬起来，眼睛转来转去的想找话题。这时他头上安全帽再次引起我的注意。你这是去哪儿了？说完又补充一句，该不会是去工地干活了吧？我只是开玩笑，可秦渊却点了头。你真去工地干活了？我神色变得严肃起来，也不让他帮我按脚，一把抓住他胳膊。离大学开学还有段时间，我给自己找了个活儿。我看着他颇为痛心疾首。你已经被保送北大了，是个货真价实的北大学生，你想找个活干，家教那些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偏偏去工地搬砖呢？我不是，我正激动上头，根本听不进去秦渊的解释，抓起他长了茧子的手继续道，你这双手不应该拿来搬砖，你可以用它拿笔、敲键盘或者做什么科学实验，你应该有更好的未来。最后一句话我几乎是吼出来的。等我吼完，屋子里变得安静下来。秦渊只是看着我，却不说话。我被看得有些不自在，有些生气道，看我干嘛？说话呀！让我说话了。秦渊语气带着几分笑意。我想到自己刚刚激动的模样，顿时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还是颇为恼羞成怒，谁不让你说话了？那就行。秦渊点点头，加拉洞底下的凳子又朝我靠近了一些。我接了个设计工作，帮东区那边的开发商设计楼房。设计师设计楼房，我惊讶无比，又想到书里男主最后成了地产大亨，这跟设计好像没什么关系吧。低头看一眼秦渊的手，我突然明白了，书里秦渊没能成为设计师，是因为手被人生打断了。尽管设计师跟地产大亨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可至少对此时此刻的秦渊而言是重要无比的。这一刻，我心里对秦渊生出了无限的愧疚。虽然我不是原生，可现在我已经是他了。原生曾经毁了秦渊的人生，我心头一阵酸涩。对不起，好端端的怎么道歉？秦渊好像有点被我这个模样吓到了，他伸手将我搂入怀里，轻轻拍着我的背安抚我。那天晚上的事我不生气了，你也别放在心上。秦渊在说什么？我正要问，就听他继续道，也是那天晚上让我下定决心，先好好干出一番成就，再出现在你身边，到时候去你父母面前，我也才有底气请求他们把你交给我。这话怎么越听越不对？我从秦渊怀里出来，瞪着大眼睛看他，你在说什么呀？秦渊又把我拉回怀里，还摸了摸我的头让我乖。你放心，现在你过的什么日子，以后我只会让你过上更好的，绝不会让你跟着我吃苦。如果说我这时候还听不明白秦渊的话，那就是在装傻了。秦渊这是在对我表白？不对，从他的话里，我怎么感觉我俩已经是恋人了？我再度从秦渊怀里出来，一只手抵着他胸膛，不让他继续抱我。秦渊，你说清楚点，咱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秦渊轻轻点点自己的唇，这里都被你盖铜了，你还想不认账？我想起那天厕所发生的事，顿时哭笑不得。那个呀，那个是意外，你也知道的。那时候你还承认喜欢我了。秦渊打断我的话，那话的确是从我口中出来的，让我无从反驳。可是我们，秦渊突然吻住我的唇，他的吻时而强势，时而温柔，还带着几分霸道。理智告诉我，我应该推开他的，
可被吻得晕头转向的，我根本没有理智。等到秦渊终于结束这个吻的时候，他将我搂在怀里，再次问我喜欢我。这一次，我还是一样点下了头。我终于明白，我对秦渊的感情原来是这样的感情。后记：大二那年，秦渊创建了属于自己的设计公司，仅仅21岁的年纪，便力压群雄，成为 A 市最有名的新星。而他也兑现了当初对我的承诺，让我过上比从前更好的生活。大学毕业后，秦渊成功求得我父母的同意，我们俩去到国外领证，成为夫妻。看着手里的结婚证，我有些不敢相信，穿越成为书中极品脑残男配的我，最后居然拿下了男主。而女主呢，好像高中毕业后就没再听过她的消息了。我这个男配算是大获全胜了。飞机上，靠在秦渊的肩膀上，我连睡觉都带着笑容。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